由于村里没有医生，村长到镇里去拐了一个，为了留住他，100多个村民联合起来骗他，甚至不惜让美貌的春花主动现身。试问，这谁能不上当？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，村民靠着一个矿洞养活了好几代人。终于有一天，矿洞彻底被挖空，村民们一下就没了收入来源，大部分人选择去镇里打工，不愿走的只能靠吃低保度日。可这点钱除了饿不死，啥也干不了。这天，事情迎来了转机，村长召开了5场大会，说一个大老板要来村里建工厂，所有村民既是员工也是股东，村子又可以富裕起来了。但有2个条件，村里的人口最少得有200人，而且还要有1名持有行医证的常驻医生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人口还好说，可他们村有史以来就没有过医生，这去哪儿搞个医生来常驻啊？他们都把任务推给村长。对于大家这么不负责任的态度，村长觉得建厂的事儿根本没戏，于是带好行李，连夜去城里打工，把村长的位置传给了5常之一的老王。重担落到了身上，老王才知道村长这个位置不容易啊。想了一夜，他要负起这个责。当上村长的第1天，他就让人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，内容是这样的：诚聘医生1名，工资500，五险一金没有，每天工作18个小时。看到这条信息的医生都笑了，这待遇狗都不干。1周过去了，就算老王把要求降低到兽医，也是一个来应聘的都没有。这天，镇上的交警拦下一辆违规驾驶的汽车，驾驶员求交警放他一马，我是一名医生，有急事，所以开得快了点。什么？医生？没错，交警正是到城里打工的老村长。第2天，村里就拉响大钟，召集全村人开会。老王告诉村民们，老村长出息了，在城里拐了1名医生，但对方只愿意在这里住1个月，建工厂的要求是必须常住，所以得想办法骗他签下长期合约，不行就把他腿打折，反正必须把医生留下来。等工厂建起来了，就把孩子们叫回来上班，给他们安排996，养活咱们。村民都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表示全力配合老王。还有2天医生就要来了，老王连夜找来卧龙凤雏，开始制定计划。经过1整晚的讨论，计划如下：计划1，撒币计划，故意在医生的必经之路上扔钱，让他每天都能捡到钱。计划2，投其所好，他们从医生的朋友圈里发现他爱好打板球，于是全村开始做板球器材，布置场地，还组建了一支板球队。计划3，窃听风云，为了知道医生对村里有什么不满，老王在医生的住处装了个窃听器。卧龙提醒老王，偷听是违法的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他发现了才叫违法，没发现为什么罚？好像有点道理啊。有了这3个计划，相信医生肯定舍不得离开村子，要实在不行，就让春花出马勾引他，要再不行，就只能打断腿了。今天是医生抵达的日子，老王亲自到火车站迎接。医生一下火车就懵逼了，这村子竟如此偏僻。老王说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们村还得再走20公里呢。坐到老王借来的敞篷车，看着2侧迷人的自然风景，医生感慨，偏僻是偏僻了点，风景还可以哈。老王自豪地说，那当然，前面就是我们村最著名的景点山体滑坡，自建村以来呀，就滑在这儿没动过，所以村里另辟蹊径，建了一个敞篷缆车。老王和医生坐了上去，医生有些害怕地问， Perché è pericoloso? Relativamente.嗯。一开始还挺平稳，看着也没多高，风景也不错，但随着惯性，缆车越来越快，而且越来越高，医生差点就被吓尿了。老王安慰他，运气好，一下就过去了。那要是运气不好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村有120人，可以办12桌。看来他们这次运气不错，顺利抵达了村子。医生醒过来后，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啊，刚想说离开，就看到有人在打板球。老王说他们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板球，医生顿时来了兴致，立刻跑上去看。可是村民只是置办了一身行头，根本就没学会板球怎么打。还在是卧龙脑瓜子转得快，他直接开始庆祝比赛胜利，这不就不用打了吗？大家秒懂，也跟着庆祝起来。医生果然被骗到了，以为这是刚打完，但全场都在欢呼，这是2边都赢啦。老王赶紧解释，我们这是友谊第一，比赛第2，所以输家也很开心。医生非常欣赏这种有风度的输家，他很期待下一场能亲自打一打。在老王的安排下，医生来到村里的住所，他不知道有2个大妈在全天候监听。他们通过偷听得知医生今晚想吃寿司，全村上下立刻开始忙活。等医生来到餐厅时，店长推出特供产品寿司，医生满意的吃了晚餐，准备回去时碰到了春花。这鸟不拉屎的村子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子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他又捡到了1块钱。
今天这一系列操作把医生彻底忽悠住了。这里有他喜欢的板球比赛，有他喜欢的食物，能捡钱，还有漂亮妹子，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啊！真不错，住在山里面真不错。可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发现诊所门口排了长队，村民们从来没看过医生，这好不容易骗了一个，还不得好好看看病呢？医生看了一整天，什么奇奇怪怪的病人都有，这个说耳朵看不清，那个说眼睛听不见，还有让他给羊看胎孕的。医生被累得够呛，他跟老王抱怨，这一天下来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而且这些村民对看病好像一无所知的样子，也让医生产生了怀疑。老王连夜就组织开会，把村民痛批了一顿。我知道你们没见过医生，但你们也稍微克制一下好吗？全村就120人，第一天就有80个人跑去看病，这还不得把人给吓跑了？老王当场定了一个规矩，以后每天只能去1个人。第二天，老王就迫不及待给审查员打去电话，说医生有了，该来建工厂了。可对方说，从资料上来看，你们只有120个人，没有达到200人的要求啊。老王保证，那是以前的资料，现在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了，我们村现在有250人。行吧，我信，但实话告诉你吧，现在工厂选址就在你们村和隔壁村之间决出，隔壁村有5万，怎么可能？隔壁村能有5万人？要是把没出生的都算上，我们能有上亿。我说的是5万欧元。老王听明白了，这是在向他索贿呀，不就5万欧吗？我们也有。见老王愿意贿赂，审查员表示1周后去他们村考察，要是人数真的有250，工厂就建你们那儿，但前提是要一切顺利，特别是那5万。老王挂了电话，很头疼，5万欧他们真没有。老王只能来银行申请贷款，这可是下了血本，要是医生敢跑，那估计只有死路一条。1周后，审查员来考察了，老王首先带他去餐馆，全村的人都在这里假装吃饭，怎么样？我们村人多吧？审查员起身要去别的地方看看，他前脚刚走，餐馆里的村民立刻开始换衣服。村民们抄小路转移到了教堂，等老王带着审查员推开教堂大门，里面坐满了人。等两人一走，村民又开始换衣服抄小路，出现在村里的各个角落。老王以为蒙混过关了，可临走前，审查员突然说：“老王，你骗我，还说有250人。”这起码得有2个250，审查员彻底服了，人口这关过了，接下来只要拿到医生的常住合同和5万欧的贷款就可以建厂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医生可谓是逍遥自在，每天的工作量就只有1个病人，想吃什么餐厅就有什么，天天都能捡到钱。村民还搭建天线陪医生看他们根本就看不懂的板球比赛。为了彻底让他自愿留下来，签约常住合同，春花主动跟他套近乎，这一来二去，医生彻底被迷住了。看来医生这条线是稳了，距离建厂只差5万欧。几天后，贷款有消息了。没通过，你在用途上填个贿赂官员，能通过才有鬼了。老王连夜去找卧龙商量，卧龙说：“我太困了，你跟我老婆商量吧。”老王和他老婆探讨了一整晚，也没想出法子。然而第二天，贷款竟然下来了，还得是凤楚靠谱啊！他本身就是银行派遣职员，他用自己所有资产和信誉担保，银行还是给通过了。这下条件全满足，投资方也派人来签了合同。然而没想到，整个村都被骗了。投资方在合同上做了手脚，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建厂，只是在这儿设一个办公室，不是生产线，就是为了逃避缴税。也就是说，村民们不会有工作，村子也不会重新富裕起来，而医生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。他临走前，春花把所有实情都向他坦白了。医生那个气啊，竟然全村合起伙来骗他，什么板球、捡钱都是假的。但他不知道，这些日子的相处，春花对他的好感并不假。他收拾好行李，打算回城里，大伙都来送别他。老王祝他一路顺风，有病再相会。可就在他要坐缆车的时候，突然有些舍不得。村民骗他，也只是想让村子有个好的未来。这些日子，他确实收获了很多快乐。虽然这里没有城市里的繁华，但也拥有城市里没有的宁静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舍不得春花。看着眼前的缆车，他突发奇想，致富不一定非要靠工厂啊。电影最后，医生留了下来，把村子打造成了旅游地，高危滑翔索道，不仅风险高，费用还高。不过村里承诺，摔死了免费。之前老王在医生去参观过村里的矿洞，因为开采完毕变成了溶洞，他发现里面还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，所以他把这里开发成矿洞养生温泉，游客们是络绎不绝，旅店供不应求，村子在医生的帮助下走向了繁荣，而医生也和春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这是一部意大利的喜剧电影，一个近乎完美的村庄，很小众，但是一部难得的好片。电影通过荒诞又温暖的故事，展现了人性中善意的欺骗与坚守的力量，不完美的完美主义。当村民在教堂坦诚骗局时，医生却说：“这里虽小，但你们真实可信。”一部无厘头又很温馨的片子，这才像个喜剧的